2008年年底还有1个月左右，小布什的总统职务就到期了。他突然想到要去伊拉克看看，在同伊拉克领导人会晤后，准备举办一场发布会。他同意总理马利基来到了现场，两个人刚刚握完手，只见一只皮鞋从台下快速飞向了小布什的脑袋。情急之下，小布什低头让过了这只皮鞋，皮鞋咣当一声砸中了两个人身后的国旗。正当小布什惊魂未定时，另一只皮鞋再次飞向了小布什的脑袋，小布什再次躲过了第二只砸向他的皮鞋。随后，现场安保控制住了这名向小布什扔鞋的男子，他是伊拉克记者扎伊迪。该事件爆发后，中东地区掀起了嫁人就要嫁扎伊迪那样的人热潮。奇怪的是，自己的总统被人拿鞋砸，美国人不仅没有义愤填膺，反而幸灾乐祸，把扎伊迪当成了英雄。美国人可不是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主，换了别的总统发生这样的遭遇，早就叫嚣开战复仇了。可见小布什在美国是多么不得人心，他到底干了些什么事，让美国民众如此反感呢？千禧年，小布什一举击败竞争对手，赢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第二年元月份走马上任，8个月后，小布什为自己以前总是差等生感到愧疚，便来到一所小学，同小学生们一起补课。砰砰！9月11日，2声巨响划破长空，随后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轰隆隆轰隆隆地不停倒塌下来。双子塔受到了2架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撞击，没过多久，恐怖分子劫持的另一架客机再次撞向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部分坍塌。随后，美国当局确认肇事者是阿富汗基地组织。10月7日，第2次阿富汗战争打响，美国人民同仇敌忾。最开始攻打阿富汗十分顺利，很快，美军就拿下阿富汗首都，推翻了塔利班政府。美国联军似乎比苏军更优秀，但是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人们似乎忘了第1次阿富汗战争的教训，苏联出动150万大军，耗资450亿卢布和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也铩羽而归。阿富汗不惜流亡500万人，牺牲130万人的代价，最终把苏军拖来没了脾气，还拖死了苏联。阿富汗境内80%以上是山地，美联军的先进武器攻打城市没有问题，对于躲进山区的塔利班游击队就束手无策了。美国并不甘心，选择了继续打下去。美国人民可不是傻子，眼看小布什政府攻打阿富汗已经跑偏了，认为美国必然像苏联一样深陷阿富汗战场。醒悟过来的美国人开始反对美军长期同塔利班耗下去。后来的结果也正如美国人民预料的那样，在消耗掉超过2万亿美元军费和付出2000多美军士兵的生命后，丝毫看不到塔利班想停下来的迹象。如果小布什只是打一场有限战，推翻塔利班政府，抓捕大量恐怖分子，这样一来，气也出了，美国人民也高兴了，反恐的目的也达到了，更不会深陷战争泥潭，导致美国人民怨声载道。小布什政府与塔利班硬杠，导致后来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等连续3任总统给他擦屁股，美国人民不讨厌他才怪了。2003年，小布什面临是否连任总统的问题。根据小布什政府3年来的表现，用脚趾头都能够想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深陷阿富汗战争的小布什干脆破罐子破摔，以莫须有的罪名纠集英国、澳洲和波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仅仅27天就结束了战斗。但是美国还得收拾留下来的烂摊子。美国人一听是打恐怖分子，欢天喜地地让小布什继续当总统。不过很快美国人就发现不对劲了。原本伊拉克是美国的死对头，伊朗的死对头，伊朗一直被伊拉克压着打，现在美国把伊拉克干趴下了，伊朗政府高兴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美国人开始大骂小布什是内鬼总统。正当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时候，2005年卡特里娜光顾了美国，这场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飓风卷走了1800多条生命。飓风还导致防洪堤崩溃，新奥尔良市80%的市区变成了水乡泽国，由于救援不得力，整个城市一片混乱，无数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犯罪分子却趁机做客犯奸。即使美国警察就在眼前，他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当警察出面抓捕时，竟然直接同警察交火。
期货市场的金融资本趁机大发国难财，原油期货大涨 4.67 美元每升，加油站也把每加仑提高了5美元。整个美国狂风大作，小布什却在德克萨斯州悠哉地度过他的快乐假期。当小布什姗姗来迟展开救援工作时，美国人民强烈要求把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的美军召回救灾。小布什拒不接受召回军队的建议，宣称美国有实力同时进行战争和抗灾，但是打脸来得太快了。9月3日，莱斯国务卿即宣布接受世界援助，中国、欧盟和澳洲等20多个国家立即伸出了援手。即使如此，这场风灾还是给美国造成了2000多亿美元的损失。比风灾更可怕的是，上百亿的救助款被滥用和盗窃冒领，多达49人卷入其中。FEMA 署长被问责丢了乌纱帽，经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美国人以为可以喘口气了，然而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由于小布什政府对财政的过度投资，天灾人祸导致美国人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一些低收入、低还债能力和低信用的美国家庭在2006年出现无法偿还房贷的情况。随着这些无力偿还房贷的人员增多，为他们提供担保的银行公司在2007年终于扛不住了，纷纷宣布破产。这些担保银行和公司本以为把抵押的房产拿来拍卖就能够保住本金和利息，没想到无法偿还房贷的人太多，房子根本卖不出去，即使能够卖出去也不足以抵扣本金。银行收到的房子越来越多，为了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收回放出去的房贷本金，银行不惜血本地降价拍卖房子。低价的二手房冲击了房地产公司的新房，新房不得不降价处理，新房降价后房地产公司收不回来成本，加上市场上的新房和二手房都找不到买主，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无法回笼，资金链断裂，资金链断裂后又无法归还银行的贷款，银行拿到又卖不出去的房子越来越多，钱却越来越少。雷曼兄弟在2008年首先被拖下水，宣布破产倒闭，一场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全球，波及到各行各业，无数公司关门大吉，美国数百万人找不到工作。小布什政府无法控制恐怖分子，但是小布什政府可以选择不发动战争，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打，但是他决定不了什么时候结束，最终就像掉进了沼泽地，越陷越深。小布什政府无法控制卡特里娜飓风，但是小布什政府可以及时救灾，可以对救灾物资进行严格监管，但是小布什政府没有做到。小布什政府完全可以控制金融危机不爆发，但是整个小布什政府已经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来严格监管金融机构。20年过去了，美国人对小布什给自己带来的灾难一直耿耿于怀，继任者对他留下的烂摊子也颇有微词。虽然小布什在美国就像过街老鼠，但是他对中国却是十分友好的，直接或者间接促成了中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小布什走马上任就出席了上海亚太经合会，第2年正式访问了中国，特别对联合反恐交换了意见。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小布什再次访问中国，可见小布什在任期内一直对中国保持友好的态度。特别是2008年，大多数国家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抵制的时候，小布什取代着妻女亲自出席了开幕式，而且还自豪地说像是回了家。小布什政府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2场战争，间接帮了中国的大忙，当局为这2场战争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精力来围追堵截中国的发展。中国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小布什上台上1年，我国 GDP 刚刚迈入万亿大关，在全球排名 Top 6。到小布什离任的2008年，我国 GDP 已经高达 3.9 万亿，一口气冲到 Top 3，过了2年突破5万亿，紧紧跟在带头大哥美国的后面。即使是在离任这1年，小布什也直接地推了中国一把，严厉批评西方对中国不友好，提出中美共治，联手打造 G20 国际新秩序。小布什总统当得烂，他的人生却是充满传奇的，实现了从学渣到学霸的华丽转身，从竞选州长无功而返到东山再起干了2届，然后开挂上位到总统。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
小布什则是拄着权杖长大的。1946年出生时，他爷爷已经谋得了一个副国级干部。也许老爷子早就料到小布什不是读书的料，先进入耶鲁大学的校董事会卡位。小布什果然读不进书，转而向他父亲学习棒球，结果没有遗传那个基因，只好托老爷子的福进了耶鲁大学。小布什虽然学习成绩差劲，但是吹牛的功夫却了得。在大学期间，他加入骷髅会，神吹海侃，结交了不少朋友。毕业那一年，美国同越南打得难解难分，其他同学选择了上前线。小布什觉得上前线有生命危险，凭借出生在富贵之家，小布什进入国民警卫队，在后方服务。不久美越就不打了，小布什认为没有必要再待在国民警卫队躲避上前线，又凭借关系提前半年退役，并去了哈佛大学深造。原本一看见书就打瞌睡的小布什，进入哈佛大学后好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对工商管理十分感兴趣，最终还拿到了硕士学位。走出校园后，布什家族让他到德克萨斯州管理家族石油企业，小布什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还收获了甜美的爱情。但是作为官三代，小布什哪里能够在家族企业待得住，他放下公司业务，跑去竞选公司所在地的州长，没想到竟然大败而归。1988年，老布什参加总统竞选，不甘心的小布什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举家前往华盛顿帮助父亲。通过协助老布什的竞选工作，让小布什大开眼界，他终于摸清了在美国当官的门道。随后，老布什成功成为了总统，小布什却没有急于求成。小布什知道自己在德克萨斯州并没有什么名气，因此拿不到多少选票，他便斥资拿下该州的骑兵棒球队，然后经常带领球队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通过5年时间来攒人气和从老布什那里淘经验。1994年，小布什觉得东山再起的时候到了，他再次参加了德克萨斯州州长的竞选。这一次小布什总算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州长的宝座。过了8年的州长官瘾后，小布什觉得没什么意思，好歹的混得像父亲一样，弄一个总统来当一当。千禧年，小布什首次参加竞选就大获全胜，美国人民希望他能够像他父亲一样，把克林顿交给他的强大繁荣的美国带向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小布什的种种表现却差点把美国人民给活活气死。当然，美国人民让他干了8年，算是给小布什传奇的人生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居然有钱到爆炸，索马里兰一个穷到只剩钱的魔幻地带，1个亿掉地上都没人愿意捡，因为面额小，钞票多，你根本拉不回去，每家每户的钱多到放不下，老百姓只能拉到大街上去摆摊。除了满大街的钞票和漫天飞舞的彩色垃圾袋，这里的人们一无所有，甚至他们连属于自己的国家都没有。尽管他们拥有实际控制的领土和军队，但依旧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自1991年宣布独立之后，他们以为有钱就能让国家变富有，于是政府和银行开始大肆印刷货币。别人家致富靠修路，他们家致富靠修好印钞机。钞票越印越多，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钱比纸更不值钱，老百姓家里的钞票都堆成了山。无奈之下，这里的人们想到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办法，别人家的土豆吃不完可以拿出去卖，既然咱的特产是钱，反正也花不完，那就干脆搞个地摊市场，大家一起来摆摊卖钞票吧。于是乎，这里的老百姓就用一个个麻袋把成捆成捆的钞票拉到大街上摆摊，这场面跟咱们这的丧葬市场画风一致，一堆堆的现金像冥币一样摆在街上，他们不需要保险柜，也没有印钞机，更不需要保安，一辆手推车就是名副其实的运钞车，成堆的钞票大多是直接甩在地上，讲究一点的老板会套个破渔网袋子，只有5000以上的大面额才有资格装在笼子里。豪气的摊主老板往旁边一躺，满大街人都是王多鱼。你肯定会好奇，他们这钱到底是怎么卖的？多少钱能买到多少钱呢？还是按多少钱一斤呢？准确来说，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换钱，用这些完全不值钱的废纸换外地游客手里的美元。你要赶上收摊的时候过去，人家店老板估计能直接给你论斤称。这种魔幻奇观的出现，最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的货币无法在国际社会流通，用这些废纸坑一点外国游客手中的硬通货，便是这个钞票大市场存在的真正意义。